diamonds that I wear. Gold lace. Best you ever tasted. 爷爷啊，我可是真心想帮你的。严家经营这么多年也不易，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。你现在有2个选择，娶我，或者多一个跟你争家产的小妈。哈哈，哎。老头子居然还整这玩意儿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老牛吃嫩草。抱歉，我来晚了，我来晚了。这场面要是继续闹下去，想必明天富氏集团的股票会跌停吧。诸位，今日正是犬子云深和研墨小姐的订婚宴，这搞了个助兴的小节目，让大家见笑了。你们是搞什么呢？啊，搞什？对。想让我帮你，就配合我。现在吻我。你确定要跟我结婚？你就不怕老头子因此而为难你？告诉我，你都看见了什么？你到底都看见了什么？对，就是这样，不要说，一个字都不要说。爷爷，你爸爸的生意全靠着傅家，傅家完了，我们就完了。妹妹快出生，我们不能流落在街头。妈妈，不要叫我妈妈。我的大女儿，因为高烧，失语成了哑巴，不会说话了。你听见了没有？你是哑巴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你
是哑巴！你是哑巴！抓住他！哑巴！你听见没有？你是哑巴！叫啊！大声叫啊！大声就是叫啊！这过来救救你了！叫啊！继续叫！让你叫，饲养的，你到底会不会叫啊？叫啊！住手！滚！结婚之后，我会负责你妈妈在疗养院的所有费用，还有你的妹妹，只要她好好读书，不去惹是生非，我可以保证她继续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。但是你必须要懂的话，你给我自己去民政局领证。怕我？不用打字，我看得懂手语。今天好像需要跟我回娘家。你自己回去吧，我还有个应酬，乖乖待在家里。只是可惜，他想要结婚的人好像并不是我。哎，看，郎才女貌啊，真般配呀！请问您找谁？研墨，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
对不起。我不是让你乖乖待在家里吗？结婚之前你怎么答应我的？回去吧。还有你那个惹是生非的妹妹，告诉她不要在外面乱讲。刚才挽手的不是小副总的新婚夫人，这一位才是。人家可是大红人叶秘书啊。不过听说副总的新婚夫人是个哑巴来着。小副总这样的大人物，怎么可能娶一个哑巴？这个女人，她是我新招的秘书。我知道了，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那是不说话也没关系，这是我妈给我留的遗物，带着呢，我一定可以找到你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我的东西为什么在你这里？你好，小姐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？帮我把这个交给副总，我想跟他见一面。副总公务繁忙，有消息了我会联系您的。又是个来送礼的。副总怎么会要这种女人的东西？我的东西为什么在你这里？燕生哥，他在比划什么呀？我看不懂。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你要磨蹭到什么时候？先去会客厅，客户都在等着。燕生哥，刚才是他在讲话吗？他不会说话，在床上都没叫过，都没叫过。去吧。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装的哑巴？说话。恭喜你怀孕了，通知孩子父亲，他要当爸爸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的身体还有些虚弱，记得随时补些营养。听护士说，你刚才输血的时候差点晕倒吧？别逞能，年轻人，记得吃早饭啊。医生开的长效避孕药，从今天开始按时服用。
我现在在医院，我怀孕了。我现在很忙，有病就治，我不是医生。没关系，那我让暖暖陪我。姐，你就这么跟傅云生结婚了？我听说因为这件事情，姐夫都跟傅家闹翻了。傅伯伯放狠话了，说要收回姐夫在傅氏集团的所有股份。那妈妈的疗养费，他会处理好的。你才跟他刚结婚，他都不跟你回娘家，你就这么相信他？你该不会不知道他是个私生子吧？我还听说他的亲生母亲生前是做那种事情的，跟很多男人都睡过觉。他是不是傅伯伯的亲生儿子都说不一定呢。知道了，姐夫的家人就是我们的家人，我不乱说就是。照顾好妈妈，有时间我会去看你们的。偏然痛经，看完病去给他买些红糖水，送到这个地址。不是那个，我只是痛经而已，不用去加护病房这么麻烦的。而且我听说你推掉了很重要的会议，专门开车来陪我，我这心里还是有点过意不去的。你一个女孩子，这么不知道关心自己啊？因为有你关心就够了呀。多注意休息。云生哥，我的这个眼睛有点不舒服，你帮我吹吹吧。好了吗？严姐姐不是去买红糖水了吗？怎么还没回来啊？不管他了，我们先走吧。怀孕了，真是好大一个惊喜啊！这件事你老公知道吗？别着急，我现在告诉你。小副总，你老婆怀孕喽！知道了。家属麻烦过来签个字儿，跟我去办个住院手续。等我一下。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？没有，刚才有条垃圾信息，我已经帮你删了。
看来你老公也不是很关心你啊。要不你亲口跟他说。差点忘了，你是个哑巴，不会说话。我这只手机安装了非常精密的变声系统，就算你会说话，它也听不出你的声音。变声器？不信啊，你听。儿子，儿子，我是你爸爸。儿子，儿子，我是你爸爸。儿子，儿子，我是你爸爸。云深哥，我就说是垃圾信息嘛，这么低级的恶作剧，直接拉黑就好了。小副总，你老婆孩子在我手上哦。老婆，孩子，你指的是？小副总，你还有几个老婆？不过我猜，她应该是你最疼爱的那一个。从被我绑架到现在，一句话都没有说，这么温柔善良。哪个男人不心动呢？哎呀！你是谁啊？你想干什么？准备20亿，否则我就把你的孩子从他肚子里挖出来。你姐来医院了。医院？是啊，姐夫，我姐病得那么重，你都不来医院陪她，是不是又在陪那个狐狸精鬼混？挂我电话，一句都说不得，渣女！副总，已经定位到夫人手机了，此刻就在这家医院。看来他没有被绑架，这是嫌我让他做点事情闹脾气了，真是麻烦的女人。找到他的准确位置，派人送他回家。是。考虑的怎么样了，小副总？你老婆的肚皮可是很嫩哦，拿刀轻轻一拉，它就破了。那就麻烦你把那个孽种清理掉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。颜墨不过是我娶来气我爸的一个工具而已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跟他生一个孩子，更没有把她当作是我的妻子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帮人处理麻烦的话，那就把这2个麻烦全都帮我清理掉。捡来个没用的哑巴。再说一遍，傅云山，你跟老姚再说一遍。你会说话，你不是哑巴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打过去，再给那个畜生打过去，我要让他一个字的再说一遍。好，好。
傅云深，你给老娘接电话！云深哥，那个骚扰电话还没有停下来吗？副总，有人在医院捡到了夫人手机。副总，夫人的手机就在这块找到的。红糖水，真的是红糖水。他来过这儿，他真的被绑架了。这里的监控也被人为破坏了。医院人来人往，他们不可能走远。给我找，顺着红糖水的痕迹，一间一间给我找。是。你终于接通电话了，傅云深。说出你的条件。条件？我这只手机安装了非常精密的变声系统，就算你会说话，它也听不出你的声音。原来他并不知道正在跟他通话的是谁。如果他知道了这个孩子的存在，既然你这么喜欢帮人处理麻烦的话，那就把这2个麻烦全都帮我清理掉。不能让他知道。你是在为了一个麻烦跟我谈条件吗？让他接电话，我要确保人质的安全。让他接电话，我要确保人质的安全。你忘了吗？他是一个哑巴，哑巴是不会说话的。他只会啊爸爸。再说，他已经死了。什么？在你叔叔你从来都没有把他当成过妻子，在你要把他这个麻烦解决掉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死了。他是被你的冷言冷语杀死的。可惜啊，哑巴出不了声来骂你东西。你找死啊！你现在很生气吗？他临死之前也很生气。那就麻烦你把那个孽种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跟他生一个孩子，更没有把她当做是我的妻子。愤怒、屈辱、不甘，还有那么一点点对你心存的幻想。他很清楚自己心里的位置，所以无论你怎么羞辱他、冷落他，即使你让他给别的女人送红糖水，他都能接受。可是他是一个人，他是一个人，傅云深。就算你从来没有把他当成过妻子，就算他不会说话，就算你根本就不爱他，可是你怎么能不把他当人来看呢？你怎么能说出让他去死这么绝情的话？也幸好，他是一个哑巴。就算再痛，他也不能说话，只会喊爸爸。只会喊爸爸。别生气，我抓到你了。
副总，我抓到你们便生气。副总，这是在器材室发现的。杨姐姐，云生哥带着人到处找你，你躲哪儿去了？你手机不是丢了吗？你手里拿什么？该不会这场绑架是你自导自演的吧？就是为了试探云生哥对你怀孕的态度。你真的怀孕了？放心，就算是真的，我也不会告诉云生哥的。虽然你霸占了我傅夫人的位置，但是同为女人，我还是能理解你的。你是个哑巴，本就没有资格为傅家生儿育女。就算是生下来了，云生哥也是不会允许一个哑巴来抚养他的孩子。到时候骨肉分离，好惨呐！云生哥，你回来了。说什么信什么，这么傻，拿什么跟我斗？好久不见，严梦。陈哥哥，这里的门是从外面锁上的，该不会是在里面吧？敲开。这是医院，撬锁不合适吧？这是傅氏集团开的医院，我说开就开。好，现在就去拿。副总，夫人跟一个男人从这个医院离开了。陈哥哥，谢谢你送我。你从小就爱迷路，怎么还一个人出来？他对你好吗？他要是对你不好，就来找我。你忘了，我是离婚律师。离婚？刚才在医院发生了什么？那个男人是谁？说话！那个男人是谁？我的手机丢了，我们在医院遇到，他送我回家。刚才在医院发生了什么？放心，就算是真的，我也不会告诉云生哥的。我去送红糖水，看到你们才亲嘴。亲嘴？云生哥，我的这个眼睛有点不舒服，你帮我遮遮吧。我怕打扰你们，就把红糖水丢掉，然后迷路了。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你哪儿都不许去。如果生病了，我会让医生到家里来。这样下去，他早晚会发现我怀孕了。那么，副总，我们刚才发现医疗器材室并没有人，但是窗户开着，不敢确定匪徒是不是翻窗逃走了。啊，这是我在器材室里捡到的。
他手上有勒痕，难道真的是被绑架过？这是被刀割断的痕迹。器材室真的没有发生绑架事件，可是嫂子不是已经安全回家了吗？监听系统已经就位，只要通话时长超过10分钟，就能确定信号来源的准确位置。我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我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小副总，21这个数字对你来说并不夸张，不过改变主意了，我要研墨，放着自己如花似玉的妻子不管，一门心思地扑在一个冒充他人身份的小偷身上。小副总，你糊涂啊！冒充他人，你对我的私事很了解。是你自己说的，他不过是你用来气你爸的一个工具。不过你已经跟老副总翻脸了，不如把这个工具丢掉，跟他离婚，也不影响你跟你的小情人花前月下。你是女人，你怎么？如果你是个男人的话，就应该知道，男人的身体和感情是可以分开的。研墨不过就是我的一个工具，他对我来说还有用处。所以你不跟他离婚，就是为了继续睡他？你身为一个绑匪，好像过于关心人质的感受了。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，否则我就让他永远消失在你眼前。通话不足10分钟，无法确定信号来源位置。大致位置就是你和夫人居住的市区附近。这么快就想通了？墨。这是我自己的手机，完了！如果让他知道我是装的哑巴，他会不会怀疑？说话！姐夫，我是暖暖。严暖。对啊，姐夫。我感冒了，嗓子不舒服。我姐说你家有特效药，就让我过来了。你姐呢？她在洗澡。拍视频给我看。什么？你要看我姐洗澡？没事了，你感冒就离她远点，别传染给她。姐，你干嘛让我骗姐夫啊？难道我是你们夫妻情趣 play 的一环吗？如果有人问起，你就说今天一直跟我在一起。姐，你不会偷人了吧？那你干嘛让我给你做伪证啊？还有昨天，姐夫莫名其妙打电话给我，问我是不是跟你一起在医院。还好我反应快，不然你偷人的事情就瞒不住了。我没有。那你一个家庭妇女还能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？姐，你偷了谁？是不是陈哥哥？你不说话就是承认了，也难怪你跟陈哥哥从小就是青梅竹马。要不是3年前那件事，你们是不是早就在一起了？我们就是亲姐妹，有什么难以启齿的？要我说啊，陈哥哥可比姐夫那个渣男强多了。姐，你下次偷情，要不带上我吧，我能给你打掩护，万一被姐夫发现了，
你就说陈哥哥是我男朋友。严暖，姐夫，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。陈哥哥是我男朋友。上一句。陈哥哥比你这个渣男强多了。姐夫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我们刚才说的话。滚。好嘞。他就这点胆量，你还指望他给你当掩护啊？不是暖暖说的那样。我再问你一遍，昨天在医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怎么回事？说话！这是在器材室里找到的绳子，还有你手上的勒痕，你怎么解释？存放器材的货架倒了一排，证明里面发生过打斗。绑匪是从窗外逃走的，而器材室的门是从外面反锁的，绑匪不可能返回锁门。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，你打伤了绑匪，逃跑的时候害怕绑匪追上来，所以锁上了门，对不对？真的要被你搞疯了！我在问你话，你回答我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，你打算瞒着我？因为你不在乎。我说，严墨不过是我娶来气我爸的一个工具而已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跟他生一个孩子，更没有把她当作是我的妻子。你都听到了。我那些话是说给绑匪听的。你怀孕了？你老婆的肚皮可是狠的哟，拿刀轻轻一拉，它就破了。我只是想知道，绑匪说的是不是都是实话？我只是想知道，绑匪说的是不是都是实话？就算是生下来了，云生哥也是不会允许一个哑巴来抚养他的孩子。到时候骨肉分离，好惨呐！你怎么会相信一个绑匪的谎言？还是你怀疑我会用怀孕生子这种方法赖上你？我知道你跟我结婚的目的，我们早晚都会离婚。难道我希望我的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吗？离婚？谁叫你说的这些话？绑匪又来找你了？不要害怕，我会找到那个人，让他付出代价的。代价？他不是可以被威胁的人，想要离婚的话，法律上，妇女有独自决定生育与否的权利，但是生孩子毕竟是两个人的问题。如果夫妻之间没有情感破裂或巨大的原则问题，我建议还是尽量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。我只是帮朋友咨询一下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他对你不好，你可以来找我。我指的是找我，不是陈律师，你明白吗？
胡总，夫人进了一家律所。我知道了，确保她的安全。是。副总，技术部门已经恢复了变声器原来的声音，是个女人。女人？你听一下。不如和他离婚，也不耽误你和你的小情人花前月下。听起来应该是一名年轻女性，这就解释了夫人怎么可以轻松地从绑匪手中逃脱。我的意思是，幸好绑匪是个女的，要不然夫人就更加危险了。副总，夫人还没从律所走吗？副总，我刚才想到一丝线索。你说绑匪是个女人，她的诉求是让你和夫人离婚。你说这件事会不会和叶翩然有关系？对了，3年前你突然出国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凯哥，这是我好不容易弄来的，把他加在酒里，一杯下毒，保证让他欲生欲死，欲罢不能。都给他放上。另外，你再去找几个有脏病的女人。傅云深，等你染上脏病，我看你还能生气多久？傅云深，是他。你打算把我解决？你这人的味道好熟悉啊！你走，我自己可以解决。走啊！We are lying, tell you the truth. We are lying, tell you the truth. Sometimes we laugh endlessly. 我不是让你走吗？怎么这么不听话？ It's fake. 不说话也没关系，这是我爸给我留的遗物，带着它，我一定可以找到你。这镯子哪来的？这是那个女人的东西。谁让你管傅家的闲事？我让你做聋做哑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妍妍，傅家在西周权势滔天，我们严家只是在人家手底下讨饭吃的一只蚂蚁。如今傅云深跟他那个同父异母的哥哥闹得不可开交，要是傅权知道了你也参与其中，像你之前的事情是不会放过我的。妍妍，妈妈知道你是一个正直的孩子，你现在就出国去，很快爸爸妈妈就会带着妹妹来找你，到时候我们一家4口齐全了。
妈妈就让你把真相说出来。妈妈求你了，爷爷，爷爷，等我们家4口都安全了，妈妈一定让你把真相说出来。想想妹妹，想想我们严家，爷爷，妈妈求你。只是想要出国进修一下。所以一回来就结婚了。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谢谢你。我送你。副总，夫人已经回家了。他自己回去的。还是上次那个男人送夫人回的。知道了。人生哥，你下班了？这么晚还没回去啊？人家想多陪陪你嘛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人生哥，人家生理期已经结束了，今晚让我多陪陪你好不好？翩然，这个镯子真的是你妈妈的遗物啊？当然了，这是我母亲留给我最珍贵的东西了。是吗？说话。你今晚回家吗？我的忍耐是有底线的。别说父亲都是我安排的保镖，你敢踏进去一步，我就让你原形毕露。你不是不在乎他的死活吗？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？你是真的想保护他，还是以他为诱饵？替你真正想保护的人承担所有风险，这对你来说很重要吗？当然。我是个绑匪，当然要知道你真正的软肋，才有谈判的资格。傅云山，你的软肋是什么？我没有那种东西。是吗？那你这个人还挺冷血的。是个人都有软肋，都有想保护的人，或者是……居然你只是把严墨当成诱饵，那不如把他给我，和他离婚。严墨，我的软肋是严墨。你刚在和谁打电话？说话！你跟别人打电话的时候可以说话，为什么跟我不行？说话！我让你说话！放开！你可以冷静下来吗？冷静！我知道我的哑巴妻子会说话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谁都有秘密，难道你没有不能告诉我的事情？云山哥，刚才是他在讲话吗？
副总，我们这次城西地皮收购方案合同已经整理完毕，现在目前的话，现在就要你检查一下。谁都有秘密，难道你没有不能告诉我的事情？副总，副总，你没事吧？副总，没事，最近多派点人跟着严某。是，您过目一下。再等我。我起来喝水。再等我。我起来喝水。干啥呀？摸黑啊？别动！让你睡觉，不然看你能折腾还是我能折腾。小付，等等！你去哪儿啊？听说这家餐厅很好吃，所以就带你来尝尝。陈律师约我的夫人吃饭，不介意一起吧？当然不介意。那我的夫人就更不介意了。来，吃下。他过敏，不能出海去。他怎么知道？吃块肉。太肥了，他不爱吃肥的。小副总还真是了解严墨呀。废话，我老婆，我能不了解？是吧？来，律师，是不是？什么？姐，你到现在还没有把3年前是你救了姐夫的事情告诉他，为什么？你现在就出国去，很快爸爸妈妈就会带着妹妹来找你。
到时候我们一家4口齐全了，妈妈就让你把真相说出来。如果把那件事情告诉他，该怎么解释我的不告而别呢？姐，你发什么呆啊？我现在就要告诉姐夫。好吧。喂，姐夫，别，我姐。姐，你说话了。叶暖，你在和谁说话？啊，没啊，没谁的声音。找我什么事？没什么，就是想你了，问问你在干什么。严墨是不是在你旁边？没有，姐夫，你先忙啊。副总，你找我？查一下刚才我和严暖的通话录音，其中有一个声音和绑匪的很像，我要你一帧一帧的做出对比。好。姐，你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？你说出来告诉我嘛，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。就算姐夫不帮你，我们还有陈哥哥，陈哥哥是大律师，他一定能想到帮你的办法的。你好像有很重要的事儿。我想咨询你一些法律问题。我记得你之前选修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法律课程，还需要问我吗？儿童可以为刑事案作证吗？如果儿童智力正常，且已经具备基本的表达能力，对于自己所看到的事实能够完整的表达出来，这样的儿童具备成为证人的资格。但由于年龄和认知能力的限制，小孩子的口供在准确性和完整性上存在不足。如果需要完全采纳甚至达到定罪的标准，还需要结合其他证据加以佐证。其他的证据？严墨去律所是因为什么事啊？咨询了一些法律相关的问题。不过他上一次去律所是咨询离婚。离婚？他要跟云深离婚？似乎是因为少爷身边那个叫叶翩然的女人。叶翩然。董事长好，我是副总身边新来的秘书，我叫叶翩然。看来我这儿子也有有眼无珠的时候，继续看着他，有必要的时候就帮他一把。明白。那件事情已经过了20年，很难再有其他的证据。现在妈妈一个人在疗养院，暖暖还在读书，而我也没有工作。如果我把真相说出来，却不能为父权定罪，妈妈和妹妹都会置身在危险之中。况且，这会是他想看到的结果吗？副总，两段音频的对比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和你猜想的一样。就算他从来都不会说话，可是你也不能不把他当成一个人啊！怎么能说出？根据技术鉴定，两段的音频轨道高度相似，另外一个音频素材较短，我们还不确定是同一个人发出的声音。严暖的声音呢？我们用严暖的声音和绑匪的声音做过对比，结果完全不符合。大少爷，
先生吩咐过，没有他的允许，任何人不能跨进这道门槛。拦我？可以啊。这位是老爷子特意请来，给他的儿媳治疗失语症的，耽误了我弟妹治疗，担当得起吗？这。让他们进来吧。哎呀，弟妹啊，这次的治疗可能会痛，你要是坚持不了，就叫出来啊。住手！住手！先生，你回来的正是时候。他们，林生啊，你可别误会，我可是特意奉了老爷子之命，来给弟妹治病的。你也不想自己的老婆永远是个哑巴吧？要是治好了，你还得谢谢我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就扎吧。扎？啊，等等。又怎么了？不舍得了？哎，你不是不关心自己的老婆吗？我心不心疼我老婆，你怎么知道？这整个西周谁不知道啊？你才刚结婚就跟自己的秘书混在了一起，什么名包名车呀，像流水一样给那女人身上送。倒是我们这位弟妹啊，你看看这从头到脚，哪一点像一个豪门夫人啊？啊？她一个哑巴，又不能抛头露面的，要那么多贵重的东西干什么？弟妹啊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自己选的男人。当初要是嫁给我爹，现在就是我们的小妈啊，至于受这种窝囊气？要不跟我的命？你到底扎不扎？也不知道老爷子抽什么风，突然让我带个假医生来试探研墨能不能说话。一个哑巴怎么说话？扎，马上就扎，扎。不过要提醒你一句啊，好好想一想，你家老爷子当初看上他什么了？现在在场这么多人看着，这一针下去，扎不好也就算了，万一他真开了口，说了什么不能说的话，那到时候老爷子未必能放过你。那到时候老爷子未必能放过你。难道他已经察觉了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他手里还有老爷子的把柄？你爸好不好色，你心里还没数啊？不可能，他一个哑巴，怎么可能有老爷子的把柄？今天你老爷子让他来，不就是为了试探一下，他到底能不能说话吗？那你怎么知道？回来吧。看来我会说话的事已经瞒不住了。珍姐，夫人受了惊吓，弄点有营养的给她补补。好的。哎，老弟，你刚才说的什么意思啊？你给大哥说说，大哥也想知道。难道怀孕的事他也知道了吗？我让你去试探研墨会不会说话，试探2个字你懂不懂什么意思？要是给研墨扎出什么好歹来，你看云深能不能够放过你？云深不是不在意那什么研墨吗？他不在意你刚进去一会儿他就赶到家了。哼，不过我想知道的结果已经有了。什么结果？那个女人全程都没有说话，她到底会不会说话？一个女人而已，她会不会说话，
能有什么危险？我想知道的是，云深对这个女人到底在不在意？爸，我懂了。这么说，叶翩然不过就是个挡箭牌而已啊！加派点人，跟着研墨。哎，云深，我的好儿子，要是那天我要动研墨，哼，你会是什么反应呢？爸，咱们之前商量好的那20亿，老板，咱们之前已经跟绑架严墨的绑匪确认了，严墨会说话，是在庄园。是不是应该在他说出那件事之前，让他彻底开不了口？傅开这个废物，当众说严墨手里有我的把柄。如果严墨现在有个3长2短，一定会怀疑到我的头上。先让他离开我儿子。她不是怀孕了吗？那就让她死心。明白。夫人，这些东西都是对女人身体好的，都是我照顾不周，看夫人都瘦了一些。郑姐，我没有胃口。这都是先生吩咐让我做的，既然先生都说了，夫人，你吃一点吧。他让我吃这些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真的已经知道了？严女士，这里是私人妇产中心，您的丈夫傅云深先生为您预约了人工流产手术。人工流产？副总，这是夫人被绑架当天的就诊记录。妇产科早孕检查。对了，我在调查记录的时候遇见了当时在器材室出现的护士，那个护士说的确遇见一个很奇怪的女人，长这么高，长头发。她说她很着急的样子，像是被什么人追赶一样。她撞到了护士，说了声对不起。哦，还说她手上拿了一个手机和平常用的不一样，像是被改装过的。那部被改装过的手机好像是被加了变声器。护士说那个女人大概就是我们要找的绑匪。我知道了。是否要按照护士提供的线索重新筛查一下医院的监控，说不定能看到绑匪的真实面貌。不用了，这件事是傅凯做的。什么？大少爷？我的夫人在傅家的医院被绑架，而且附近的监控全都在维修，这不是傅家人干的，谁还有这个权利？他负债20亿，一定还会铤而走险的。好的。早孕检查，她真的怀孕了。已经12点了。你睡得太晚了。你是在关心一个绑匪的身体吗？没错。因为这么晚你还没有睡，我的夫人随时都可能会有危险。你担心他有危险啊？当然。因为这会威胁到你吗？
我夫人她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她是你的夫人，我怎么会知道？我记得我第一次跟她见面的时候，第一次。整天哪个女人用的东西？你要是这么想你妈的话，你就跟她一起去死算了。当时他的手被烫得满手水泡，却小心翼翼的烫我也烫着。他没有说疼，甚至没有发出一点点声音。你居然还可是从那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或许他有他的苦衷。一个小孩子能明白什么叫苦衷？不过是大人叫他做什么，他就做什么而已。不过他现在已经长大了，不是吗？只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？我明明告诉过他，不要给任何人伤害他的机会。他为什么还允许傅凯踏进我们的家门？因为这是止疼药，赶紧吃了。但是傅全需要，他需要知道你永久都不会说话。女儿，为了妹妹忍一忍，为了咱们这个家，才是第一。爷爷来了，坐。医生，开始治疗吧。因为这些事情他已经习惯了。我不能习惯。你是在为他打抱不平吗？我是在责备自己的无能。我不知道他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跟他接触之后，他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你找我女儿，她出国了。出国了？她在国外有个男朋友，两个人一起出去读书了。男朋友？傅二少，我女儿是个哑巴，她足不出户。你这样高贵的身份，应该不会跟她有任何交集吧？我明白了，打扰了。所以当我再次跟他重逢的时候，我不敢向他表露出一点点的心意，我怕稍有不慎，他就会像以前一样，从我的世界消失。你真的是这么想的？是啊。不，你肯定是在骗我。我是一个绑匪，怎么可能跟绑匪说这么多？你肯定是想说，
我抓了研墨，你就可以满足我所有的条件。这样你真正在乎的人就可以勾上我说。不然你怎么会给他预约人工流产手术？人工流产？对，我监听了研墨的手机，说你给他预约了人工流产。你相信吗？如果你相信的话，就不会给我打这种电话了。卞胜奇，从现在开始，不要相信任何人的话，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不要用你的猜想去判断任何人、任何事。要相信自己的心，做你想做和你认为正确的事情，或者认为正确的事。傅云山，你是在教一个绑匪做事吗？是啊，和一个思念了很久的人说了这么多话，确实有些醉了。你在调戏我吗？我是一个绑匪。尊敬的绑匪。他是不是喝多了？他怎么跟我说这么多事情啊？该不会又中了什么迷药吧？不行，我要是用自己的手机给他发消息，让他早点回来的话，他肯定会起疑心啊。我总不能告诉他是绑匪，跟我说他喝多了。世界上哪有那么好心的绑匪啊？不行，这离得太近。我就在你家附近，再不回来的话，我不敢保证会对你老婆做什么哟。他要是真的回来了，我怀孕的事怎么办？还有装哑巴的事儿，还有那天对傅凯说的话。扎不好也就算了，万一他真开了口，说了什么不能说的话，他该不会早就知道我会说话吧？那我要是想送他亲生父亲入狱的话，先生，你回来了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？难道他真的很关心我？云生哥，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，好害怕，好想你能在我身边啊！好想你能在我身边啊！乖，我在工作，明天给你买台限量跑车。真的，云生哥，你对我最好了。别闹。
不说话。妍妍13号病人，你的女儿来看你了。你说什么？要把傅全杀妻的事情公布于众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是傅云生对你不好吗？他打你了？他对我很好，还让阿姨给我做了很多甜品。那又是为什么？好好的日子，你不想过了？我怀孕了。你怎么能说话呢？你怎么能开口说话？妈，因为这件事情，我欺骗了所有人。如今我也当妈妈了，难道我还要继续欺骗我的孩子吗？难道我还要继续欺骗我的孩子吗？不，妍妍，以你一个人的证词，不足以给傅全定罪。就算重新调查这件事情，在他没有彻底定罪之前，他是不会放过我们母女3人的。傅云生会帮我的。他为什么会帮你？那是他的亲生父亲呀。因为他是一个好人。好人，好人就不会生气吗？好人就要帮我们吗？妍妍，你要知道，那被杀害的是他的亲生母亲。妈，他一直都很爱他的母亲，所以这些年他都很恨傅全。可是他们是父子，就算他们之间的矛盾多么的激烈，他们都姓傅，他们是利益的共同体。到最后，他只会埋怨你隐瞒了他。如果他爱他的母亲，那么这么多年你装聋作哑，知情不报，他要是知道了，他会原谅你吗？他会原谅我这个贪生怕死的丈母娘吗？既然怀孕了，就好好把日子过下去。你还年轻，傅全终归会走到你前面，到了那个时候，一切都好了。难道要让凶手一直逍遥法外吗？老板，严默去了疗养院，有人听到了他跟他母亲的对话。看来他是演不下去了，那就给他再加点装聋作哑的动力。明白。不要用你的猜想去判断任何人、任何事，要相信自己的心，做你想做和你认为正确的事情。你好，我要报警。萌萌，我先走了，拜拜，明天见。也不知道姐姐现在怎么样了。你先坐一下。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。我妹妹呢？她人在哪里？严大小姐，可以大声说话的感觉怎么样？你不想让我说话？这个世界上有人想让你说话吗？如果有，你也不用装这么久哑巴了。你的母亲希望你安安稳稳的生活，你的妹妹需要你作为她的经济来源，而你的丈夫怀里抱着其他女人。只有哑巴才不会喋喋不休的到处抱怨。
好，是不是我按照你说的继续做一个哑巴，你就可以放过我的家人？我只是想让你看清楚这个男人的真面目，看看这个男人值不值得你为了他而让你的家人置身于危险之中。这个时间，那辆限量款跑车应该已经到集团楼下了。那是你们夫妻之间的共同财产，去把它抢回来。哇，这就是副总提的那台限量版跑车，据说啊，全西周就这一辆呢。天然，你命可真好啊！只要你们像我一样努力工作啊，副总是不会亏待你们的。我们也在努力工作呀，只是没努力的地方。叶秘书，你该不会在副总的床上努力吧？真的要这样吗？你这么软弱，等到时候跟傅云深离婚，难道你要净身出户？那你妹妹的学费，你母亲的疗养费，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，我可以自力更生。暖暖，姐，暖暖，暖暖。现在你妹妹醒了，她的酒量不太好，别让我失望。喂，喂，他一定是在监视我的动作。为了暖暖，只能这样了。天然，我还没坐过跑车呢，你带我去兜兜风呗。好啊。夫人，天然，这是谁呀？你怎么叫她夫人？咱们副总夫人听说好像是个哑巴，她看起来好像真的不会说话，难道真是夫人？喂，你哑巴了，说话！你哑巴了，说话！那个人不允许我开口说话。看来真是个哑巴。是个哑巴，就是咱们夫人了。你怎么可能？我们夫人虽说是个哑巴，可当初严家还没破产的时候，也是个正儿八经的千金小姐，怎么会像你一样？严墨一向忍气吞声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难道他也想要这辆跑车？天然，他说什么了？我看啊，他就是个诈骗犯，冒充我们的夫人，想骗走这辆跑车。你说你是我们夫人，你有什么证明？在场只有我见过夫人，如果我承认她的身份，那这辆车……你看着骗人干什么？实话告诉你吧，骗人啊，可是我们副总的心头肉。喏，这个手镯是副总妈妈的遗物，副总把这么重要的东西送给了偏然，就算是真的夫人来这里，也只有给我们偏然擦鞋的份。严墨，严墨，医生哥，难道他真的是夫人？真是的。干什么？我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让夫人不开心，夫人打了我一巴掌，都是我应得的。你这人越来越放肆了。云山哥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偏然是我的人，我让他叫什么他就叫什么。偏然是公司的优秀员工，这是他的奖励。你要是有意见的话，工资给你，你来开。天然，你没事吧？我就说吧，有副总给你撑腰，就算他是真的夫人，也不能拿你怎么样。别这样说，
云生哥不是那样是非不分的人。外面风大，进去吧，别着了。没钱给老子还赌债，却有钱给小贱人买跑车，心头肉。小贱人，我跟你没有完。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。可你没做到。你让我抢，又没有让我抢到。你果然很聪明。这只是我对你的一项服从性测试。你的下一个任务是跟傅云深离婚。我试过了，傅医生没有要跟我离婚的意思。那只是因为你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。只要你肯听我的话，我不仅能让你顺利离婚，还能让你从傅云深手中分到足够多的财产，足以维持你和你家人后半辈子的生活。可是我妹妹她现在很安全，只不过下一次就不仅仅是灌酒这么简单。把她送回学校。副总，严暖已经安全回到学校。终于还是对他的家人下手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尽快把夫人和她家人送到安全的地方？哪有什么安全的地方？他已经在严放肆手下生活了太久，是时候随心所欲的活着了。可是夫人已经怀有身孕，所以一切才需要尽快了结才行。云生哥，我煮了咖啡给你，温度刚好，你尝尝。谢谢。今天的事情没有吓到你吧？今天本就是我不好，夫人不会说话，我应该帮着她好好解释的。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。难道你要跟夫人离婚？倒也不用这么着急，毕竟她已经怀孕了。果然还是要先把肚子搞大。云生哥，咖啡凉了就不好喝了，你快喝。但是喝咖啡晚上会睡不着的。对了，我给你买的车，你有没有试一试？我现在不是有车了吗？以前都是你送我回家的，今晚我想送你。那你在车上等我，我喝完咖啡就过去找你。我不仅能让你顺利离婚，还能让你从傅云深手中分到足够多的财产。这个人到底想做什么？如果只是为了让我继续装哑巴的话，为什么还要帮我和傅云深争家产？或许他能给我答案。挂断了。
到这个地址来，你会得到离婚的理由。喂，人已经送到床上了，你可以上来了。我上去之后该怎么做？等他醒过来以后，药效也该发作了。怎么伺候男人，要我教你吗？我一定会把握好这次机会的。申哥，今晚我就要成为你真正的女人了。我已经到了，然后呢？房卡在门牌上方。怎么捉奸，不用我教你吧？你们给他下药了，看来是的喽。那又如何？难道你真的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能让人心智离乱的神药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只有2种男人：好色的和假装不好色的。没有男人能够抵抗这种本能的欲，除非他不行。快进去吧，好好看看被欲望支配的男人有多狼狈。记得拍照。已经完事儿了，洗澡也不开灯的，该不会他们在浴室里？我洗好了，该你了。不洗也没关系，反正我挺急的。怎么回事？浴室里只有他一个人，那个女的呢？看什么呢？房间我已经检查过了，没有摄像头。难道他听见我进来，藏起来了？找到第3个人了吗？如果没有找到，今天晚上只能你伺候我了。他没认出我，不会是有夜盲症吧？How can I be sure you won't walk away? Why do love deception? I'm in heaven, way. How can I be sure? Take me on, don't suffer. 温莎，你看清楚一点，我是你老婆。我老婆不会说话。所以，你早就知道是我。我是第几个？什么？第几个知道你会说话的？第5、6、7个。
小朋友，你告诉叔叔，你刚才看到什么了？你要是不说话的话，叔叔会把你的舌头割掉哦。爷爷，这是你家的孩子？是啊，这孩子从小就不会说话，医生说他智力发育有问题，到现在都没有叫过妈妈。也就是说，他还听不懂人话。是啊，所以我们计划再生一个，等父母都老了，他还有个弟弟妹妹好照应。傅先生，辛苦你帮我把孩子送回来，那我就带他先回去了。我那时候太害怕了。所以你是吓出的失语症，还是故意装的？你小时候到底发生过什么？你小时候到底发生过什么？如果他爱他的母亲，那么这么多年，你装聋作哑，知情不报，他要是知道了，他会原谅你吗？他会原谅我这个贪生怕死的丈母娘吗？他会接受我们的孩子吗？又哑巴了？叶翩然呢？我不知道。你跟他出来开房，他去哪儿了？你不知道？我是被下药的。你怎么总是被下药啊？我怎么知道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懂手语吗？3年前我去找过你，你妈跟我说不要让我给你带来危险。你早就知道是我，我又不是瞎子。可是现在短剧都这么演啊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开始丰盈自己的语艺，私下学了手语，期待和你重逢的那一天。那你干嘛还这么对叶翩然？欲享他人之福，必遭他人之祸。我猜现在叶翩然已经开始后悔了。你们是谁？你们想干什么？老大，这些那辆跑车跑的就是快啊！咱们兄弟跟了一路，可算是把这臭娘们给追上了。少废话！凯哥说了，人和车都得带走。你们是大少爷的人啊！我老实点，快放开我！看来事情发展的很顺利，不过你好像不太高兴。如果出轨的是你妻子，你会开心吗？我没有妻子。真可笑，这年头绑匪都爱跟人质说私生活。怎么，你也有什么难以启齿的苦衷？没有。别生气，你输了。什么？房间里没有女人，只有他一个人。没有女人。副总，叶秘书在这个咖啡里下了东西。我知道。那我们接下来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呢？啊，在这里。这场戏演了这么久，该收尾了。
们都被他耍了。你、我、叶翩然，我们都是他计划里的一环。你摸摸看，你右边上衣的口袋里，是不是有一个定位器啊？这是。针孔摄像头。绑架严暖和送傅云生去酒店的时候，你脸上都戴面具了。可是现在呢？别生气，你脸上带东西了吗？所以，你怎么确定那个摄像头一定能拍到他的脸？万一他脸上带东西了呢？人在享受胜利的时候，就会卸下所有的伪装。严墨，你耍我？为什么？明明你按照我的要求去做，离开傅云深不好吗？为什么偏偏要选最难的方式？先生，我知道你从来不过生日，但是这是夫人的心意，你们又是新婚。我知道了，夫人善解人意，她不会怪罪你的。夫人，先生在扬州出差，这单生意十分重要，所以先生，你慢点吃，这还有的是呢。时间来不及了，你帮我把这些包起来。好好。走啊！因为无论他的行为有多么冷漠，我都相信他的心是热的。好，事已至此，我别无选择。严墨，自信，自信。其实我能猜到你的身份，但我还是希望你的脸别太让我失望。早点休息吧，家里很安全。
你妹妹还有你妈妈都已经保护起来了。傅医生，你叫我什么？我承认，我不会因为3年前你救过我，就深深的爱上你。但现在，我们是夫妻，作为夫妻，就算没有爱情，至少要讲义气。讲义气。绑在你身上那根绳结，我一定会把它扯断。在那之后，你要爱情或是自由。可是我不敢说，就是害怕失去你。副总，照片上的任何资料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。陈怀清28岁，20年前跟随母亲搬到了夫人的居住的社区，期间一直都是邻居。经过调查，他的母亲一直是一个家政工作者，但是我们经过调查，根本查不到他生父的任何信息。私生子。私生子，难道是有人故意抹去了他与他生父的联系？20年前，严墨一家人搬走也是20年前，他们是特意搬过去监视他的。20年前到底发生过什么？对了，叶秘书没有来上班，底下有你一个快递，你拿着看一下。这是叶秘书手上戴的，是个假货，也辛苦他们大费周章的寄过来了。整天拿个女人用的东西，你要是这么想你妈的话，你就跟她一起去死算了。不接吗？我待会儿是不是有个重要的会议？是，好像是有一个重要的会议。叶秘书今天没来上班，记得扣他工钱，顺便问一下他，是不是不想来？好。开哥，傅云深一直不接电话。你不是说傅云深收到东西就会立刻来的吗？会来的，他一定会来救我的。他连严墨那个哑巴都救，他怎么会不救我？开会，他一定是在开会。最好是你说的这个样子，否则债主剥我皮的时候，我就先把你的皮给剥了。接着打。别做梦了，傅云深不会管，会管他的人是严墨。开哥，他是不是傅云深的人？你是那个让我给云深哥下药的人。我暴露了。这件事不怪你呀，是我那个废物儿子傅凯，是他劫走了你安排的女人。您的小儿子已经起了疑心，就算严墨永远都不开口，一旦他查出了我的真实身份，那件事儿也瞒不住了。想怎么做？神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老板，您的这段父子关系应该是保不住了，但事实的真相绝对不能公之于众。
那就找一个合适的替罪羊。是，我老了，斗不过这些小子们了。你说他让你给傅云生下药？开哥，看来这小子跟他们是一伙的。一伙你个头啊！我们坏了他的事儿，搞不好是来找我们算账的。是要算账，不过要找你算账的是老爷子。你是老爷子的人，老爷子说了，只要你配合他把这场戏演完，就算是将功补过。老爷子让我做什么？杀一个人，研墨，傅云深。云深啊！不可能，老爷子是疯了吗？那可是他亲儿子。傅凯，你该不会不知道老爷子是靠什么起家的？你到处宣扬傅云深是私生子，实际上老爷子很早就结婚生子，却遇上一个父母双亡的富家女。他为了得到富家女的财产，他哄骗你母亲离了婚，转眼就娶了富家女为妻，并生了孩子。后来你母亲去世，你独自一人进城找你的亲生父亲。再后来，那个富家女，也就是傅云深的亲生母亲，就成了一具尸体。你想说什么？你难道不觉得这一切都太过巧合了吗？是那个女人自己命不好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原本是不关你的事，可现在有人偏要查清当年的真相。一旦你父亲倒了台，你的20亿赌债就再也没有可能还清了。到时就别怪别人抽你筋，扒你骨。哎，你等等，你让我帮你干什么？打他！为什么？把他嘴堵上！动手！不要！不要过来！吃点。夫人，求求你救救我！我跟云深我跟父亲经情买卖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求你救救我！你再不救我，我就要被他们打死了！夫人，车都等着了，你们去产检吧。我要下去买一点日用品。前方有辆面包车，坐上去。大哥，人带来了。我来了，把它放了。哟，弟妹说话了。不过我还是不太相信，你一个人怎么敢来的呀？这个女人不是一直跟你抢老公吗？谁告诉你我今天是一个人来的？我的帮手不就在这里？你什么意思？这个人压根就不想杀我。如果他要是想杀我的话，那天就不可能会踩下刹车。他利用你们把我带过来，或许就只是想要带我离开。离开？别动。这个手机2个小时之后会自动发送给你，
到时候傅云深会来救你的。哎，你你怎么知道我的目的？傅全是什么心慈手软的人吗？他连他自己儿子的赌债都不管。既然他让你来参与关于我的任务，就说明你肯定知情。既然你已经暴露了，他也不会留着你。傅总，我们两个都得死。所以你很配合。你利用傅凯做掩护，让傅云深以为我又被傅凯绑架了，所以他找错了方向，你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带我离开了。你很聪明，这些年装聋作哑，一定装得很辛苦。那你呢？手握着一个凶案的真相，又想做一个正义的使者，你辛苦吗？陈哥哥，你能告诉我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我没得选。傅总，是我们没用，夫人去产检的路上失踪了。你确定是他自愿上的那辆面包车？根据附近监控显示，是这样的。你还记得你小时候住在社区的那个保安吗？个子小小的，一笑起来满脸皱纹。也是，你那时候年纪小，记不得也正常。他是傅云生生母车祸案的肇事者，也是我的亲生父亲。小时候，我们一家三口就挤在狭小的出租屋里。我母亲在别人家当保姆，每天给我们带回些剩菜剩饭。冬天家里没有暖气，我和爸爸就住在社区的保安亭，因为那里有暖气，比家里暖和。可是为什么？你是想说，我们就算生活的比较清贫，但也不至于这么拮据，因为麻绳专挑细处捏，命运专挑苦命人。我从小身体不好，家里为了给我治病，花光了所有的积蓄。就在那年，我爸也查出来了尿毒症。后面的事儿，你应该都猜到了。我爸为了钱，给傅全顶了罪。不久他就病逝了。从我8岁起，我就彻底沦为了傅全的走狗。他出钱给我治病，我负责监视你。我知道了。我也想做那只断线的风筝。我们都渴望自由。严墨，你衣服里还藏着一部手机，对吧？小鸡救救我！你再不救我，我就要被他们打死了！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按井号键转入语音邮箱。
已经转入语音信箱模式。陆医生，你在开会吗？我要出去一趟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出去，知道你不喜欢让我面对危险，可是从小到大我就是在危险之中长大的，而现在的这份处境，是我咎由自取。关于20年前的真相，好像凭我自己的证词，早已无法为那个案件定罪。你要的真相，我会完完整整的还给你。你那么聪明，肯定早就猜到勒索电话是我打的了吧？我竟然真的想过要跟你离婚，幸好你没有答应。幸好你给了我一次可以勇敢表达自己的机会。关于事情的真相，一部分我写好了，放在我们结婚证里，另一部分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把它补齐。等事情结束以后，无论你想要怨恨还是宽恕，我都有你。在那之后，你要爱情或是自由，我都给你。你不用录音了，我刚才说的话无法成为有效证据。我没有录音，你是想劝我回去？我想你应该不需要我劝。今天我们只有2种结局：一起逃出去，或者杀回去。我不会用这种东西啊。我也不会，或者说是不会对着人用。严墨，父权怕我暴了，这些年除了监视你，我没干过什么脏事儿。但就非法持有枪支这一条，就算我回去，陈律师也回不去了。我爸自我清白的牺牲，我10年的寒窗苦读的努力，我拼了命就想活出个人样，全都会化为泡影。走狗就是走狗，你比我幸运。陈哥哥，我们都应该面对真实的自己，相信自己，做自己想做和你认为正确的事儿。因为我本不是亡命之徒，蝴蝶破茧，才能勇敢地展开双翅。坐稳，扶好。喂，老板，他们掉头了。撞上去，别让他们活着回来。严墨，我来接你了。这样下去，咱们不久就会被追上。不过，好消息是，我把线索留给了警察。就算今天咱们死在这条路上，父权雇凶杀人的事实也会被证实。你后悔了？即使我今天不跟你走，只要无法为父权定罪，我迟早会死在他的手上。就比如，今天本来就不是我产检的日子，如果我没有听你的话跟你走，我早就死在去产检的路上。你倒还挺想得开。
老公，我离你最后还有2公里。严墨，不要犹豫，一直往前开，不要回头看发生了什么。有我在，没人能拦住你。这一次，我不会迟到了。严墨，去做你想做的事。秋田，你被捕了。没想到我最终是栽在你小子手里。胎儿情况稳定，回去安心养胎就可以了。谢谢你，医生。我记得你之前来的时候不是个哑巴吗？大概是新生的力量把我的失语治好了。真是医学奇迹，也就是小短剧才敢这么写了。姐姐，姐夫还没醒吗？他该不会变成植物人了吧？小短剧里都是这么演的。根据我看了上百部短剧的经验，一般这个时候，只要女主真情告白几句，男主就会醒过来啦。告白？姐，你不会跟姐夫都没告白过吧？在那之后，你要爱情或是自由，我都给你。那算是告白吗？可是我这样一个浑身谎言的女人，他喜欢我什么呢？这是我所有的秘密，全部都上交给你。很感谢这部手机，让我有了说话的渠道。原本我只要以为家人平安，只要表面相安无事，我内心的需求其实没关系。是这部手机让我听见了自己的声音。就算他不会说话，就算你根本就不爱他，可是你怎么能不把他当人来看呢？你怎么能说出让他去死这么绝情的话？我也想要发泄心中的怒气，他不过是你用来气你爸的一个工具。不如把这个工具丢掉，跟他离婚。我想要独立，想要掌握自己的人生。你说所有事情都结束以后，就给我爱情或者自由，但其实这两者并不冲突。我想要爱你的自由，想要自由的爱你，而不是像现在一样，怀着对你心中的愧疚，就不敢期待你的回应。其实你从来都没有说过不能原谅我，只是我自己不能原谅自己。
看到是陌生号码，还是不希望开口说话吗？你是？我只是觉得，闭着眼睛听你说话是一种很享受的事情。我知道，医生说你的脑袋没问题，就是断了2根肋骨。2根肋骨不重要啊。那我打断3根陪你。等你把孩子生下来，我再好好收拾你。你自己说不要的。我说的是不要一个，因为一个不够。你妹妹看了那么多短剧，没告诉你，睡美男要被美人亲了才会醒。那是童话。再说你也不是睡美男。滚回来，让老子亲一口。诶，我们是不是忘了什么事情？感受着潮湿的夜，念你挑逗着主角，没有场景的告别。大哥，那人不是说2个小时以后，这部手机就会自动发动定位吗？现在都过去3天了，他是不是没电了？哎，警察！这是警察来抓我们了啊！这警察终于来抓我们了！